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啾啾鞋。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坏习惯吧，像是不健康的饮食啦、熬夜、乱买东西等等的。现在先花个几秒钟想一下，让你最烦恼、你明知道应该戒却永远戒不掉的坏习惯。接着想一下，这些坏习惯之所以戒不掉，是不是因为你的日常生活中有太多诱惑了呢？你家柜子里面总是有零食，这部戏实在是太好看，只要一开始看就不用睡了。或者是邪恶的脸书就在提醒你上次网拍看哪些东西还没下单，或者对我来说是这个。而面对这些诱惑，如果没有什么强烈的原因让你想抗拒它，这时候你会怎么说服自己不能接受诱惑呢？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对自己说这3个字：我不行。我不行吃这包洋芋片，我不行再看下一集了，我不行再买这个了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对自己说我不行这3个字的时候，接下来的那一句话一定会包含这个字，因为我不行吃这包洋芋片，因为这很不健康。我不行再看下一集了，因为明天还要上班。我不行再买这款游戏了，因为我的 Steam 游戏库里面已经有好几款买了从来没动过的游戏啊。但是研究发现，其实你只要做一个简单的小改变，改变你的用字，就能大幅提升自己抵抗诱惑的能力。很简单，只要把我不行这3个字改成我不就可以了。美国休斯顿大学曾经做过一项实验，他们找了120位受试者，请他们做一连串的实验，但其实他们真正只关注其中一个，就是抗拒甜食这一项，其他都只是让受试者分心用的啦。其中一半的受试者被要求，当他们面对甜食诱惑的时候呢，要用 I can't 我不行这句话来拒绝，而另一半受试者则要用 I don't 我不来拒绝。只是改一下用字，从我不行吃甜食改成我不吃甜食，真的能有很大的改变吗？实验结果发现，用我不行的受试者中有 39% 的人拒绝甜食，而说我不的受试者只有 64% 的人成功拒绝。然后他们又做了另一项实验，他们邀请30位受试者参与一个健康计划，受试者需要遵从特定的饮食和运动习惯，而这次他们将受试者分成3组，在面对诱惑想要破戒或偷懒的时候呢，其中的一组人要说 I can't 我不行，另一组则是说 I don't 我不，最后一组则没有特别限制啊，反正就拒绝就对了，当做一个对照组。结果说 I can't 我不行的那一组表现最差，只有1个人能坚持每天遵循健康计划，而 I don't 我不的那一组呢，只有8个人完成了。有趣的是，没有特别指定用字的那一组也有3个人完成了计划。换句话说，说我不行 I can't 其实反而还造成了反效果啊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实验人员推论，主要是因为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的不同。当你说我不行这样的时候，不管是在对自己或是在对别人说，你是在释出一个讯号，就是我是被某种外在的力量给限制住的，是因为这些外在的原因让你不行这样做。但事实上，你只是在等一个理由来说服自己罢了，而这个理由还不用太好哦，甚至可能烂到不行。我吃一片就好，然后我就不吃了。一集剧才1个小时，明天早睡1个小时补回来就好。现在特价不买可惜啊！然后你又说服自己，一回过神，你又破戒了。所以当你说出我不行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你真正的意思其实是快帮我找个理由让我这样做吧。而相反的，当你用我不的时候呢，我不吃垃圾食物，我不熬夜看剧，我不乱买东西，这是非常强硬，没有任何转圜余地的用词啊。我不吃垃圾食物的意思就是告诉别人，我这个人就是不吃垃圾食物，这是一种本质的内在的动机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这样。研究人员呢，还在受试者的回馈问卷中发现，使用我不成功抗拒诱惑的人所获得的成就感，远比使用我不行的人还高。同样呢，也是因为不同的动机，我不行是逼不得已的，因为我是在忍耐，而我不只是在暗示自己，我成为更好的人了，我正在进步。研究人员认为，如果是在短期内并且有强烈外在原因的情况下，像是我必须减重，因为再过几个礼拜就要拍毕业照，我想留下最好看的一面，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不行可以达到不错的效果，因为有强烈的外在动机。但是当这个动机消失了，比如说我已经拍完毕业照了，往往就会马上松懈下来，因为自己之前的行为都是反常的，是被逼的，而使用我不来拒绝诱惑，真的维持较长的时间，因为它是内在动机。所以啦，如果你想改掉坏习惯，但每次都抗拒不了诱惑的话呢，试着别再说我不行这样做，改用我不，或许连你自己都会对这个简单的改变所带来的效果感到惊讶哦。
好，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喽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别忘了下个赞。想要更多的话，就欢迎订阅，然后顺按一下旁边的小铃铛，或是点击荧幕上这些框框也可以。那这次这样喽，我是啾啾鞋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